最近你是不是刷到委內瑞拉民眾上街慶祝馬杜羅被捕的視頻了？是不是覺得好奇，怎麼自家總統被抓，大家都在慶祝？別傻了，大公報、新華社多方求證當地民眾和華人後，真相徹底曝光。加拉加斯街頭冷冷清清，所謂的狂歡鏡頭，不是舊聞就是海外僑民自導自演，純純的欺騙式炒作。而真實的委內瑞拉，只有普通人藏在超市長隊裡的恐慌和焦慮。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小編先來給大家扒一扒這個離譜的謊言。網上瘋傳的委內瑞拉人湧上街頭歡呼，看着挺熱鬧，實則全是移花接木的套路。首先，慶祝的人根本不在委內瑞拉本土，全是躲在美國、阿根廷、日本的委內瑞拉甜甜圈們。當初自己選擇離開家鄉，現在母國遭難，反倒在異國他鄉煽風點火，這操作真的讓人看不懂。更搞笑的是，這些狂歡畫面連新素材都湊不出來，有的是2024年7月的街頭活動片段，硬配上個慶祝馬杜羅被捕的標題，還有的乾脆挪用2016年的舊視頻，畫面裡的廣告牌都沒換，一眼就能看穿。對富商這麼忠心，你好歹用 AI 做幾個鏡頭啊，連造假都這麼敷衍。那真實的委內瑞拉現在是什麼樣呢？北京時間1月4日上午，在加拉加斯生活的周先生告訴記者，白天街道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偶爾有車輛駛過，大部分飯店都關了門，公共交通直接暫停，大家都不敢出門，生怕局勢突然惡化。周先生說，身邊的委內瑞拉人滿腦子都是擔心。今年以來，貨幣貶值已經快把人逼瘋了。2025年7月還能1美元換117玻利瓦爾，現在官方匯率漲到1:304，黑市更是離譜，1美元能換500多玻利瓦爾，一個雞蛋炒飯就要10美元，普通人月薪才200到300美元，日子本就緊巴巴，現在戰亂一來，物價大概率要再漲一波，真的沒法活了。現在的委內瑞拉超市是唯一熱鬧的地方。在保利瓦省一家華人超市工作的小林說，空襲後的第二天，超市營業額直接翻了10倍，600平方米的店面外排隊囤貨的隊伍長達40多米，結賬通道從這頭排到那頭，拐個彎還得再排10多米。來的人都開車，購物袋堆得像小山，平均每人花50美元，最多的一位直接花了850美元，把半個月的口糧都搬回家了。小林介紹道，大家主要搶米麵、糧油、肉蛋、罐頭、衛生紙這些耐存的物資，還有人擔心停電，把蠟燭和打火機搶得快斷貨了。在加拉加斯，周先生也拍到了超市排隊的場景，每個大型商場都在排長隊，最多的快有100人，警察在旁邊維持秩序，大家都很有秩序，沒有哄搶，但臉上全是焦慮。有網友發文說，超市裡的易存放物品已經被搶空，周邊加油站也排起長隊，不少本地人準備開車去相對安全的城市避險。西部巴里納斯的華商李先生則說，當地部分道路已經封閉，有些住宅區限時開放，讓居民出門採購，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返回，網絡還特別差，聯繫家人都費勁。這場戰亂也讓遠渡重洋的在委華人陷入兩難。比如剛到委內瑞拉創業半年的阿志，他花了3個月時間才從中國運來了一批電視機、空氣炸鍋，運費高昂，成本本來就高，再加上貨幣大幅貶值，現在局勢動盪，這些貨既賣不出去，又沒法運走，都以為海外生意高大上，其實真正能賺到錢的都是吃過很多苦的。還有一位在加拉加斯經營超市的華商說，1月3日他的超市正常營業，顧客比往日多了不少，平時滯銷的商品都被搶空，但到了4日，他實在不敢開門了，擔心被搶，只能閉店避險。國內的親人天天打電話催我注意安全。好在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第一時間發出提醒，近期暫勿前往委內瑞拉，已在當地的人員和機構非必要不外出，遠離衝突地區，做好應急準備。各個華人商會也迅速行動，建了微信群，大家在群裡互相問候，分享物資信息。商會還發了應急物資清單，提醒大家備好飲用水、罐頭、常用藥物等。廣東江門恩平集僑胞委內瑞拉全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主席何政委也第一時間向外界通報當地情況，讓國內親人放心。
作為委內瑞拉全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第一副主席，李國忠在當地生活多年，經營着3000多平方米的大型超市和1000多平方米的百貨商場。美軍突襲委內瑞拉，馬杜羅被捕的這幾天，他親身經歷了局勢的動盪，也用自己的視角記錄下了普通人在戰亂中的真實狀況。當地時間1月3日凌晨2點左右，加拉加斯傳來的巨響，即便在500多公里外的安索阿特吉州老虎市，也能感受到那份緊張。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打雷，後來手機消息不斷彈出，才知道美軍發動了襲擊。李國忠說，那時候各種消息滿天飛，有說馬杜羅被抓的，有說局勢已經失控的，我們只能一邊關注消息，一邊安撫員工，心裡特別沒底。直到加拉加斯發生巨響8個多小時後，特朗普發文確認馬杜羅被捕，他們才敢相信這場只在新聞裡見過的戰亂真的降臨到了身邊。當天早上8點半，超市按時開門，李國忠剛走到門口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到了。貨架前已經擠滿了人，大家推着購物車，在米麵、糧油、罐頭、衛生紙等貨架前快速選購，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焦慮，腳步匆匆。平時這個店超市裡沒幾個人，那天直接被擠得水泄不通。李國忠說，收銀台很快就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隊伍從收銀台一直延伸到超市門口，拐了個彎還得再排10幾米。不少顧客手裡都提着7、8個鼓鼓囊囊的購物袋，有的甚至直接推着小推車來囤貨。他趕緊讓員工加開收銀通道，自己則在超市裡來回巡視，安撫大家的情緒。大家主要買的是大米、玉米粉、麵條這些能長期存放的主食，還有衛生紙、打火機這些日用品。李國忠解釋道，委內瑞拉之前就經常出現停電、停水的情況，這次局勢突變，大家都怕後續供應中斷，尤其是電力，沒有電，做飯、照明都成問題。所以打火機和蠟燭成了搶手貨，僅僅一上午，超市裡的打火機就賣的只剩最後幾盒。他趕緊讓員工把這幾盒收起來，留着給員工應急，萬一真的停電也好有個保障。在巡視過程中，李國忠遇到了不少熟客，大家都主動跟他打招呼，詢問局勢的情況。有一位60多歲的本地老人買了2大袋玉米粉和10幾罐罐頭，一邊排隊一邊跟他感嘆，好好的日子怎麼就變成這樣了？我這輩子經歷了好幾次動盪，真的累了。還有一對年輕夫婦抱着孩子來囤貨，孩子嚇得一直哭，媽媽一邊哄孩子一邊說，現在不敢出門，只能多買點東西，在家待着才安心。這些場景讓李國忠心裡特別不是滋味。普通人想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安穩的日子，但現在連這點願望都很難實現。作為超市老闆，李國忠不僅要操心貨源和生意，更要對店裡150名員工的安全負責。有幾個年輕員工早上來上班的時候，眼睛都是紅紅的，說一晚上沒睡，一直在跟家人聯繫。李國忠說，他特意召集員工開了個短會，告訴大家超市會盡量保障物資供應，也會為大家準備應急物資。我讓員工每人都領了2袋玉米粉和幾罐罐頭，萬一遇到緊急情況，至少能先解決吃飯問題。他還對員工承諾，這段時間工資會按時發放，不會因為局勢影響大家的收入。越是特殊時期，越要讓員工有安全感。讓李國忠感到欣慰的是，截至目前，老虎市的局勢相對穩定。街面上雖然行人比平時少了很多，但沒有出現恐慌、騷亂的情況。警察和軍隊都在正常巡邏，水電燃氣也能正常供應，就是網絡不太穩定，有時候打電話都打不通，跟國內的家人聯繫很費勁。李國忠說，他每天都會給國內的親人打個電話報平安。家人一開始特別擔心，讓我趕緊回國，但現在航班都停了，想回也回不去，只能讓他們放心，我會照顧好自己。這些天，李國忠每天都要在超市待10幾個小時，既要處理生意上的事，又要關注局勢變化，還要安撫員工和顧客的情緒，累得不行。但他一直咬牙堅持着，超市是很多人囤貨的重要渠道，我不能關門。一旦關門，大家就更沒地方買東西了，只會加劇恐慌。作為僑領，他有責任站出來，為當地民眾和僑胞做點實事。現在大家最需要的是信心和安全感，我能做的就是保障物資供應，維持超市的正常運營，讓大家知道還有人在為他們着想。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